你们看到了什么？我们今天要来介绍我的小黑，我的小黑即将跟我道别了，好难过。为什么？他陪我上山下海，无数的工作日，无数的育儿日，无数的约会日，小黑没有办法陪伴着我继续努力向前，真的。所以我要来开箱我平常跟小黑相处的一些小情趣。以外观来看，我最喜欢的是它的后车厢，你看它的屁屁多么可爱，怎样可爱？跟我一样有一个翘臀。最特别的就是这个 logo， 看似平凡，其实一点都不平凡。它就是往内推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开启后车厢。如果以宾士来讲，它很多就是这样子，然后这里下面会有一个那个倒车牵引啊。但是这个 Golf 它是后车厢的开关，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的有设计品味。没错，这台车很特别，它是 TDI， 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没有拥有它之前，我也不知道，是拥有它之后才知道。TDI 是柴油引擎得死。OK， 那它另外汽油引擎叫什么？还真有点忘记了。中间换掉字母。TTI。GSI。哦，是 SI 哦。现在比较新的是 ETSI。ETSI 哦，是加了 E， 所以是电动引擎。油电混合哦，油电混合。对，那它纯电叫什么？纯电就 ID 啊 ，ID 系列 ，ID 4啊 ，ID Bus 这样。那我们继续介绍，这个厉害了。这个跟我有关系。没错，这就是有一次肉包出班的时候，他就倒车，然后很好笑是，明明剧组人员就有人看着他这样子，有一台车在倒车，有一台车在倒车，可以继续，然后快撞到了，没有人理他，然后他就撞下去破掉了，所以肉包就去买了零件来更换。我要展示给大家看，我打了方向灯，有看到吗？水流灯啊，有够帅的啊！就这样子撞破啦，就可以换帅气的灯啊。其实原厂是什么卤素的那种。对啊，就圆圆的。其实这个改装品有点要讲一下，它其实就是那个 Golf 在6代的时候的 GTI 的版本，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人家以为你是 GTI， 我要再自己贴一个 GTI 这样子，对，它就后面就没有 Golf 了，没错 GTI。除了灯以外，我们的轮框看似没改又改过，原本的尺寸是16寸，然后现在我的轮框是17寸。重点是，你看这个完全符合它的品牌，是因为这个轮框也是从原厂上面，不知道是7代还是7.5代的。对啊，我这台车是6代的，然后变成下一代的啦，对，下一代的框。你看搭配起来多么的漂亮。轮框讲完之后呢，那我们就讲一个很重要的，你看插下去只有2指的空间，我们改过的避震器，让它行驶上非常的软 Q， 非常有支撑力，驾驶体验非常的舒服。接下来我要来介绍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区块，就是这一块，噔噔。啊，太多杂物了，我先整理一下。好，这一块怎样？安全座椅。雪宝现在的位置在肉包不在的时候，只能我这样子独自把雪宝这样，雪宝坐着，然后系上安全带，假装安抚他。安抚完之后呢，然后他在这边坐，我就去前面驾驶。然后雪宝就这样子，看不到爸爸，看不到妈妈，所以他会焦虑，他会很焦虑。那如果说肉包在的时候，肉包就是驾驶，然后我可以在后面陪雪宝玩。然后我加装这个窗帘，磁吸的，对，磁吸的，就可以让雪宝不要直接晒到太阳。OK。那我们驾驶做最后介绍，我跟你讲，最真实的样貌就是这样，我就是东西就塞在这里。然后我要介绍的就是，你看那个绿绿的东西。当这怎样？魔女丽卡，卖鸡鸡耶！男生就是不懂啦，魔女丽卡多可爱。然后它是干嘛？它会吐东西？它会吐卫生纸。超难花。对，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实用。你看，如果是急着用卫生纸，还在这边挖它的嘴巴。对。这个介绍一下魔女丽卡这个设计不良的部分，就是卫生纸塞进去之后呢，难以抽出。可是它嘴巴剪开还是？
不行啊，我只能把它当装饰用。女生的车就是需要一些可爱的小东西。哦，那你讲到这个一定还有啊？没错，我再挖出来给你们看。好，这个就是置物架啦，就挂钩。这个是米老鼠的脚，下半身。对，然后就会这样子，然后可以挂东西。你看它的脚就是这么的软 Q， 实在是很难讲它的实用性在哪。只要袋子挂上去，假设这个袋子，然后这样挂上去，都会这样子往下垂，然后都会觉得它快滑掉，然后就会好危险。每次看它的时候，它都已经到这样子了，有点中看不中用。后座的部分就这样介绍完毕了，我们就去前面吧。副驾呢很重要，你看，很重要。我们这里就是要附一个伞。虽然我们没有劳斯莱斯的一个置物空间，但我们自己创造。反正就是放在这，关起来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避光垫，然后我们选择是这种很短毛的。然后呢，麂皮啦。那个是麂皮的。这是麂皮，对。对，短毛还有一点点毛，这是麂皮，完全超短这样。Hello。驾驶座最重要了，我要来简单介绍这个方向盘呢，非常的好握。这个 logo 呢，看起来像喇叭的位置，你怎么按都没有用，喇叭其实在旁边，所以你每次都会不自觉的完全没声音，可能要这样子，然后用大拇指的力量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来介绍一下面板的部分。我是二手车，所以在前一个人他就已经改好了。这里有一个音乐 play 的部分，这个人头我怎么用都改不掉，反正无所谓。我平常就是只会用导航。没错。这个叫什么？安卓机啦。对，安卓机它改过了，因为这是2012年的车，毕竟有点老旧了，所以它一些功能上就会比较缓慢，这些都是可以接受的。接下来我来介绍挡在镜头前面这个东西。其实我一开始很讨厌开车行驶上会有一个东西叮叮咚咚，但后来这个是我妈吉送我的，它很特别。其实你这样子是还蛮吵的，但是行驶上它都不会有声音，除非你那种很急的弯，它才会有这样子而已。它其实很安静，它就会这样晃，而且它也不会很晃。然后呢，再介绍一个这个后视镜，这个叫做防眩光，就是开。是关，但实际上到底有没有防到眩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但我还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开着。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冷气，这些旋钮将走入历史，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见了。冷风、热风，完全看不到温度，只能凭感觉。然后，身为女性，出门就是要香，有一个香氛是很合理的，在车上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，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就夹在那个冷气出风口，然后它这个是前面是用磁吸的方式，吸力超强。它这样打开来是这样，然后它就换这个圆圆的像甜甜圈的东西换掉，然后维持那个香气。介绍最后一个小东西，可爱的小东西就是钥匙 Switch。那前车主嘞？对，前车主。留下来很可爱，然后也蛮好用的，因为它刚好有一个环，然后有时候拿很多东西，然后背很多包包的时候，它就是可以勾着就可以走了。最后就是因为即将跟小黑道别，然后真的很谢谢他陪我上山下海，做过很多案子。他的后车厢其实很能塞，超强的。然后接下来即将会有一个蓝宝杰尼接续他的任务，所以小黑，拜拜。好，我要送他离开了。我们请专业的二手车商隆重欢迎我们的乌日交车王。大家好，我是乌日信友汽车小赖，专营国产车系列、马自达系列，然后跟这些代步车全部都有啊。最近才开始研究特斯拉了，所以电车也有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是买卖都有。买卖，然后新车转介绍以及维修保养、疑难杂症。今天你车子只要有问题打给我，我都可以帮你线上解决。那我小黑就要被他带走了，虽然有点难过，但这还是必经的过程。也是因为找到一个好车商。对，非常信任的交给他了，要不然卖给其他人也不那么放心，所以就卖给认识的。这个车也不能乱卖，要懂它才知道怎么卖。懂的都懂啊。就这样，拜拜。乌日信友
信友，拜拜。导航信友汽车评价最高那个就是了。好，拜拜。